大家好，这里是卫星百科。今天我们继续介绍俄罗斯的上面级。前几期视频介绍的军舰鸟、微风和伊卡尔系列，虽然各自使用了不少来自苏联的老技术，但至少是在俄罗斯联邦时期立项的。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上面级是苏联第一个在设计之初就能多次点火的上面级，而且它使用的并不是毒发，它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却始终没有退位让贤的机会，被迫成为了上面级中的常青树。它就是 D 组级。D 组级为什么有这么个奇怪的名字呢？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拿出一张 N1 火箭的设计图。N1 火箭在上世纪50年代末就开始设计，研制过程贯穿了整个60年代。在设计时，苏联的氢氧机才刚刚起步，尚无成熟型号，因此 N1 只能使用煤油机或毒发。苏联的柱箱制造水平比较落后，大尺寸柱箱只能造成球形，导致火箭的干质比也相当抽象。在比冲和干质比都没法提升的情况下，科罗廖夫选择了一个相当抽象但也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增加火箭级数。N1 采用5级串联构型，世界上鲜有和它级数相同的火箭，印度的 ASLV 算是一个，但后者的成功率同样惨不忍睹。N1 的5级里，前3级负责送进近地轨道，第4级进地月转移轨道，最后一级不仅要进行转移轨道修正、近月制动，还要负责登月舱着陆前期的减速。根据苏联航天人的习惯，火箭各级一般以俄语字母表顺序命名，从下到上，阿、波、沃、戈、德，第5级就是我们的 D 组级。D 组级真正把科罗廖夫的高级爱好落到了实处，就算有多次点火的现实需求，也没有使用毒发作为主动力。它使用液氧煤油推进剂，清洁无污染，配备一台 RD58 发动机，能提供 83.4 吨的真空推力，比冲349秒。其上部的球形柱箱装液氧，下部的环形柱箱装煤油，发动机则装在环形柱箱的中间。D 组级还搭载了一套自然双组源资控分系统，也拥有自己的电源分系统，但是没有独立的遥测导航分系统，所以必须靠载荷进行控制。按照最早的估计， N1 可以在1967年首飞，但是真实的历史我们也知道， N1 放了2年鸽子，然后发射了4次。苏联落后的电子技术控制不了30台发动机的运行，直接导致4次发射都在第1级飞行阶段就失败了。D 组级根本没有工作的机会。D 组级在航天发射中真正大放异彩，显然不是在 N1 上，而是在质子号火箭上。为什么 D 组级会被装到质子号上面？我们要去苏联的另外一个月球计划里找答案，那就是载人绕月。1960年，第一实验设计局提出了第一个载人绕月的方案。该方案计划用多发联盟号火箭在近地轨道上组装一发轨道转移火箭，将一个早期形态的联盟号飞船送往地月转移轨道。这个方案由于对接次数过多，很快被放弃了。之后提出的新方案采用 N1 火箭，但因过于浪费，研发周期过长，同样遭到放弃。与此同时，第52实验设计局提出了用质子 K 发射自制飞船的方案。质子 K 本身无法进行高轨发射，因此需要加装一个上面级。为此，52局提出使用自研的 A 组级。这个方案因为飞船规模太小，研发进度缓慢，也遭到了放弃。经过一番讨论，2个单位达成了一致，运载火箭采用52局的质子 K， 飞船则在联盟号的基础上做减法。不过在上面级的选择上，2个设计局意见出现了分歧。1局推荐使用 D 组级，52局则力挺自己的 A 组级。2个上面级规模都很合适， D 组级因采用较为安全的液氧煤油，且研发已接近完成，最终被选中。1967年开始，加装 D 组级的质子 K 开始发射绕月飞船。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苏联最终未能实现载人绕月。与此同时，苏联也开始使用质子 K 加 D 组级发射月球探测器，一直到月球24号，这些 D 组级仍然没有安装导航和遥测分系统，必须要靠飞船或探测器控制，所以并不算一个合格的上面级。那么是什么让 D 组级最终合格了呢？答案是发射静止轨道卫星。在质子 K 还在为加装上面级进行改进时，科研人员对质子 K 和 D 组级的性能进行了研究，随后发现
4级构型的质子 K 能把一颗1-2吨的卫星直接送达静止轨道。此前，苏联不发射静止轨道通信卫星，固然有纬度比较高、静止卫星没那么好用的原因，但更现实的原因还是火箭太弱。虽然苏联纬度高了点，但在大部分地区并不影响静止轨道通信卫星发挥作用。因此，在发现有合适的火箭后，苏联便启动了静止轨道通信卫星的研制工作。苏联并非不明白上面级需要独立具备飞行能力这一道理，只是让探测器控制上面级更节省质量。如果人家真问起来，他们可以解释说这不是上面级，而是探测器的推进模块。但是让通信卫星控制上面级多少过于抽象了，所以第一试验设计局下定决心为D组级加上了导航和遥测分系统。这些新的仪器被集中安放在上面级顶部的环形仪器舱内，这个仪器舱也是区分原版 D 组级和 DM 系列上面级的标志性特征。同时，发射静止轨道卫星并不需要上面级进行数天的超长待机，因此 D 组级取消了部分长时间工作所需的设备，其工作寿命也从数天缩短至12小时。这就是 DM 上面级。DM 上面级还换装了 RD58M 发动机，比冲提升到356秒，加装了 DM 上面级的质子 K， 于1974年开始服役，第一次飞行发射了闪电 1T 试验卫星。此后，它陆续发射了彩虹、荧光屏、地平线等系列实用通信卫星，不仅解决了苏联远东地区群众看电视难的问题，还完成了1980年奥运会的实况转播任务。格罗纳斯系统启动研发后， DM 上面级针对新卫星调整了技术状态，新状态的上面级支持1箭3星，且目标轨道是中地球轨道，推进剂加注量可能也进行了相应调整，这就是 DM2 上面级。此外， DM 上面级原本还有在能源号、天顶号上运用的计划，甚至有2个 DM 上面级串联使用的方案，但这些计划在苏联解体后均因缺少资金而终止。上世纪80年代，苏联为了发射更大的金星和火星探测器，又为 D 组级新增了2种新技术状态。由于发射行星探测器同样不需要长达数天的滑行，所以这2种新状态采用了和 DM 上面级类似的简化设计。为提升性能，发动机也换装了 RD58M。 但苏联认为这2种上面级分别搭载金星和火星探测器，本身仍可视为探测器的一部分，所以没有必要加装导航和遥测仪器。苏联似乎是以能否独立飞行为标准来给 D 组级划带的，因此这2种新状态并未被视为 DM 上面级的后续型号，而是分别命名为 D1 和 D2， 和初始型号归为同一类别。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计划对中大型火箭所用的上面级进行换代，最初的目标是实现上面级生产不受其他前加盟国家限制，同时进一步提升火箭运力。这个换代计划的产物就包括第1期上面级进化论中所提到的军舰鸟上面级，但大型火箭的上面级换代工作基本没有取得进展，提出的几个全新方案均因所需经费较多、研发周期过长而被取消。此时，质子号火箭已经初步打入国际市场。为了尽快提升其竞争力，已更名为能源火箭公司的第一试验设计局决定先为 DM 上面级换装使用 Thinking 合成煤油的 RD58S， 在推力不变的情况下，把比冲从356秒提升至361秒。这一新状态被命名为 DM2M 上面级。此外， DM2M 还有一种调整推进剂加注量用于近地轨道发射的衍生状态，叫 DM5。 DM2M 上面级不仅面向国际市场，也用于发射俄罗斯本国卫星，因为俄罗斯自己的卫星也变重了。不过格罗纳斯的发射仍然沿用 DM2 上面级，因为卫星质量未超出 DM2 上面级的运力上限，且普通煤油也比合成煤油更便宜。1996年，能源公司提出了 DM 上面级的改进方案，该方案分为2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仅提升了 DM 上面级的最大推进剂加注量，使上面级的最大权重增加至约19吨。第二阶段换装了比冲372秒的 RD58MF 发动机，同时换装煤油姿态控制分系统，并更新了航电设备。在完成2个阶段的改进后，新状态的 DM 上面级可进一步提升质子号静止轨道运力，甚至能超过加装微风 M 上面级的状态，这就是 DM3。 但是微风 M 此时已处于研发阶段，俄罗斯航天局以经费不足为由，没有同意研制 DM3。
不过，同一时期需要使用 D 组级的，并非只有质子号，还有俄乌合作研制的天顶 3SL 火箭。能源火箭公司以研制新火箭为契机，在 DM 上面级的基础上开展了一轮改进。这次改进主要优化了仪器舱里的航电设备。新技术状态的上面级被命名为 DMSL。DMSL 上面级发动机后来还增加了可伸缩的喷管延伸段，比冲提升至361秒。和使用合成煤油 RD58S 一样，这些在天顶号上通过飞行验证的改进项目都源自于 DM3 的方案，后续也都会体现在 DM3 上。2001年，俄罗斯航天局终于同意在能源火箭公司自己承担部分经费的前提下，启动 DM3 上面级第一阶段的研制工作，但由于还是缺少经费， DM3 研制和测试的进度都极为缓慢。首个正样产品在2003年就已经制造完成，但直到2010年才搭载格罗纳斯卫星完成首飞，而这次飞行却因为 DM3 上面级推进剂过量，并没有成功。值得一提的是，近期由于众所周知的俄罗斯南崩电子技术， DM3 舰载计算机故障还让质子 M 的发射搁了一次。2004年，能源火箭公司开始 DM3 的第二阶段研制工作，并将其进一步划分为 A、B 两期。其中 A 期的改进项目与 DMSL 类似，主要包括增加喷管延伸段、改进航电设备，还有重新规划轨道、取消不必要的设备等小幅调整。B 期的改进项目则包括更换完全体的 RD58MF 发动机，换装煤油姿态控制分析系统。2011年，有关部门完成了 A、B 两期改进方案的审查 ，DM3 的第二阶段改进随即开始。到2013年 ，A 期改进被重新命名为贝尔修斯。由于俄罗斯已决定让质子号在2025年退役，质子 M 在进行商业火箭发射时又主要使用微风 M 上面级，俄罗斯决定不给质子 M 换装贝尔修斯。这个新上面级到2020年才安装在安加拉5上完成首飞，而且出了事故。贝尔修斯在发射前也在地面上等了很久，在这段时间里 B 期改进已经开始，并在安加拉5第3次发射后不久完成。安加拉5的第4次试飞时搭载了一颗猎户座上面级，根据有关人员透露，这个猎户座就是 DM3 的完全体。DM3 服役后，我们需要思考的是 D 组级的未来在哪里？安加拉5作为试验型号已完成了历史使命，安加拉5M 预计2027年首飞。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安加拉5M 和 DM3 可能成为俄罗斯进行高轨发射的中流砥柱。KVTK 上面级固然性能很好，但是 DM3 造价更低，对于经济困难的俄罗斯无疑是更适合日常发射的选择。此外 ，DM3 还有不小的改进空间，未来是否会出现更先进的衍生型号，值得期待。曾经有人开玩笑说 ，R7 是人类第一种化学火箭，也会是最后一种。我们不妨接下一句 ：D 组级不是人类第一种化学上面级，却很可能是最后一种。在经历这么多次改进后 ，D 组级即将迎来自己60岁生日。一到花甲之年的他，不知道是要为自己的长寿高兴呢，还是伤心呢？这里是卫星百科，我们下期再见。